你是不是至今还觉得《饥饿游戏》只是一部靠少男少女谈恋爱、靠狗血三角恋来吸引眼球的青少年爆米花爽片？如果你现在依然抱着这种偏见，那你可能完全错过了这部作品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商业内核和残酷的证据演绎。今天我们彻底撕开这部在全球狂歌10几亿美元票房、狂销上千万册的神作外衣，用解剖刀一样的视角扒开它底下的阶级剥削、媒体洗脑，以及精英阶层是如何把底层大众的绝望和挣扎当成辫子榨菜的。接下来的整整1个小时，没有任何一句无意义的车轱辘话，全都是高密度的底层逻辑和高燃的情节解剖。要看懂这个残酷的游戏，我们首先得看看这个世界的骨架。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施惠国的乌托邦废墟上，这个国家被划分为一个极度奢华的中心城市凯皮特，以及围绕在它四周贫富差距极大的12个行政区。凯皮特聚集了整个国家 99% 的财富和科技，那里的上流社会每天穿着奇装异服，脸上画着怪异浓艳的妆容，他们甚至为了能在高档宴席上多吃几口，不惜主动喝下催吐药，把肚子空出来，继续塞满山珍海味。而在他们脚下的那12个区却过着牛马和奴隶般的生活。1区和2区因为靠着帮凯皮特当狗，充当维安人员的兵源地，还能勉强混个温饱。而越往后的行政区，生活就越接近无比深渊。到了女主角凯特尼斯所在的第12区，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煤矿区。这里的人每天在几百米深的地下，冒着瓦斯爆炸的危险出卖劳动力，换来的微薄薪水却连一块最下等的黑面包都买不起。无数家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悄无声息地饿死在街头。这种极端的阶级压迫，难道底层的普通人就不会反抗吗？当然反抗过。在74年前，各个行政区曾经联合起来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境大起义，但最终因为武器和科技的绝对代差，被凯皮特用毁灭性的武力彻底镇压。史称黑暗时期，第13区甚至直接在地图上被抹成了一片废墟。为了惩罚底层的反叛，也为了让所有人世世代代都活在无法摆脱的恐惧中，凯皮特发明了一个惨绝人寰的政治统治工具，那就是饥饿游戏。游戏的规则极其简单，却极其变态。每一年，剩下的12个行政区必须交出2名年满12到18岁的少男少女，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被称为贡品。这24个孩子会被扔进一个巨大的、充满高科技机关和未知危险的荒野赛场里，在这里他们是要用尽一切手段折磨彼此，残杀同类，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最残忍的是，这场大屠杀不是秘密进行的，它是凯皮特1年1度最盛大的全国全天候直播真人秀，12个区的所有居民每天必须强行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自己的邻居朋友，甚至是亲人死在屏幕上。凯皮特用这种高压统治方式在所有人脑子里刻下一行字：你们的命在我们手里，就像蚂蚁一样，只要我们高兴，随时可以拿你们的孩子来当娱乐消遣，而你们连愤怒的权利都没有。故事的爆点就从第74届饥饿游戏的抽签日，也就是收割仪式正式开始。在12区那片充满煤灰和绝望的广场上，凯特尼斯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她只有12岁的妹妹普里姆。这是普里姆第1年有资格参加抽签，她的名字在几千张写满了底层孩子性命的选票里只占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概率，但命运往往就是这么操蛋。当凯皮特派来的花里胡哨的主持人艾森用了一只涂满了指甲油的手在玻璃球里摸出第1张选票，念出普里姆的名字时，整片广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看着吓得浑身发抖、双腿发软的妹妹一步步走向断头台，凯特尼斯脑子里的理智瞬间崩断了。他没有高呼什么正义的口号，也没有反抗高大的维安人员，他只是用尽全身上下的力气冲出人群，撕心裂肺的大喊：我自愿代替他，我自愿成为贡品。这在第12区的历史里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因为在这里自愿报名不代表勇敢，只代表着自杀。紧接着男贡品的抽签结果出来了，是皮塔，一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面包店老板的儿子。而这个男孩曾经在凯特尼斯人生最绝望的血液里给过他一线生机的火焰。
那是在凯特尼斯父亲死于矿难后，母亲陷入了严重的精神抑郁，家里彻底断炊。年仅10几岁的凯特尼斯在冰天雪地里翻找垃圾桶，快要活活饿死在面包店后门。当时14岁的皮塔故意把2块昂贵的大面包烤焦，在忍受了母亲一顿毒打后，把这2块冒着热气的面包像施舍流浪狗一样扔在了凯特尼斯的脚边。就是这2块面包让凯特尼斯活了下来，学会了用弓箭去森林里非法打猎，养活全家。2人的关系在这一刻变得极其微妙，一个是曾经的救命恩人，一个是冷酷的丛林幸存者。而现在，他们被命运死死绑在了一起，必须在几个星期后在全世界的镁光灯面前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当他们坐上那辆开往凯皮特的豪华蒸汽火车时，真正的商业洗脑和明星包装正式拉开序幕。在这里，作品展现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娱乐真相。贡品想要在竞技场里活下来，光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学会取悦观众，变成一个合格的商品。12区的导师黑密斯，一个整天泡在酒精里，靠着宿醉来麻痹自己当年创伤的网界冠军，用最直白的大白话告诉他们，在竞技场里，如果你能让凯皮特的有钱人喜欢你，他们就会花重金为你购买空投物资，在关键时刻一管能治愈伤口的药膏，或者一碗热汤就能直接决定你的生死。你们不是去打仗的，你们是去卖笑的。于是，这2个来自社会最底层、浑身散发着煤灰味的脏孩子被送进了凯皮特的时尚加工厂。顶级的造型师秦娜用火焰的元素将凯特尼斯包装成了燃烧的女孩。在开幕式的战车巡游中，其他行政区的贡品要么展示肌肉，要么展示武器，而凯特尼斯和皮塔的衣服上却燃起了虚幻而美丽的物理火焰。这一幕瞬间点燃了凯皮特那些麻木空虚的观众的欲望，他们开始疯狂尖叫，把这2个孩子当成了今年最热门的绝佳宠物。在赛前的电视访谈环节，主持人凯撒用熟练的媒体技巧引导着全场气氛，而皮塔在这里扔出了全天第一个核弹级的舆论炸弹。当凯撒问他家里是不是有个女孩在等他时，皮塔低下了头，用那种极其真诚、极其大白话的语气对全场观众说，我一直暗恋着一个女孩，但她直到今天才注意到我，因为我们一起被选为了贡品，哪怕我能赢下比赛，我也必须亲手杀了她。这个女孩现在就坐在我身后。全场哗然，掌声和哭声响成一片。凯特尼斯在后台气得差点掐死皮塔。他觉得这是皮塔为了博取同情而设计了拙劣骗局，是在利用他，但黑密斯却兴奋地跳了起来。他告诉凯特尼斯，你这个笨蛋，他把你变成了全天下最悲情的主角，现在整个凯皮特的贵妇都在为你们的悲剧爱情流眼泪，你们现在是明星，是苦命鸳鸯，只要你们在场上表现得越恩爱，你们得到的赞助就会成倍增长。这就是凯皮特的商业逻辑，他们不在乎人命的陨落，他们只在乎剧情够不够刺激，故事够不够狗血。不管包装的多么华丽，竞技场的铁门最终还是无情的打开了。当24个孩子站在圆形的金属平台上，看着赛场中央堆满了武器和食物的丰饶角时，饥饿游戏最血淋淋的丛林法则瞬间爆裂。黑密斯在赛前死死告诫过凯特尼斯，枪声一响，立刻往反方向跑，绝对不要去丰饶角抢任何东西，因为那里是前几分钟的绝对绞肉机。果然，倒计时归零的瞬间，那些由1区2区专门从小当成杀人机器培养出来的职业贡品疯狂地冲向丰饶角，砍刀入肉的声音，骨头断裂的声音，绝望的惨叫声瞬间响彻整片荒野。仅仅在开赛的第一天，就有11个年轻的孩子变成了冰冷的尸体。凯特尼斯凭借着在老家打猎练就的抢烤能力和对危险的直觉，背着一个抢来的背包，拼死逃进了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在赛场里，凯特尼斯展现出了一个顶级猎手的敏锐与隐忍，他不主动招惹任何人，他寻找水源，用陷阱捕获食物。但饥饿游戏背后的操纵者，那些坐在冷气充足的控制室里的游戏设计师们，绝对不允许比赛变成枯燥的荒野求生。他们喝着红酒，
看着大屏幕上的即时收视率数据流，当他们发现凯特弥斯跑得太远，导致画面变得平淡，收视率开始下滑的时候，他们轻轻按下按钮，在森林里制造了一场覆盖方圆几公里的恐怖人工智能山火，甚至发射密集的火球，强行逼着凯特弥斯在一片火海中狼狈逃窜，将他往职业贡品的埋伏圈里赶。当凯特弥斯被大火烧伤，爬上一棵大树躲避追杀时，最绝望的一幕出现了，那群抱团取暖的职业贡品堵在了树下，而跟在他们身边的军师竟然是皮塔。那一刻，屏幕前的观众都在兴奋地压住，以为皮塔终于要背叛他的爱人，但只有藏在树叶底下的第11区小女孩露悄悄用手势提醒了凯特弥斯，在他的头顶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追踪者胡蜂巢，也就是一种被基因改造过带有致命幻觉毒素的杀人蜂。那是凯特弥斯在竞技场里的第一次绝地反击，他顶着被指死的风险，用小刀锯断了树枝，巨大的蜂巢砸在树下职业贡品的营地里，杀人蜂瞬间让全场大乱，一个女孩被活活指死，其他人疯狂逃窜，凯特弥斯在逃跑时也中了毒。在意识模糊、视觉扭曲的生死边缘，是皮塔顶着同伴的压力拼死冲过来，冲他大喊快跑，还帮他挡住了追兵。中毒昏迷的凯特弥斯被弱小的鹿救了下来。这个来自农业区只有12岁，长得极其像她妹妹的黑人女孩，和凯特弥斯结成了最真诚的同盟。他们利用树上的鸟鸣来传递安全暗号，甚至用计谋用地雷炸毁了职业贡品垄断的全部粮食基地。那一刻，观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久违的人性之光。但这种光明在饥饿游戏里是主宰者必须要被掐灭的。就在他们准备汇合的时候，漏中了敌人的陷阱。一根锋利的标枪狠狠地刺穿了这个小女孩的胸膛。当凯特弥斯用弓箭射杀敌人，扑倒在鹿身边时，鹿快要熄灭的眼睛看着他，微弱地说：“你能唱歌给我听吗？”凯特弥斯抱着这个在凯迪特眼里只是那廉价贡品的小女孩，在无数摄像头的全天候死角对焦下，轻轻唱起了12区那些古老的摇篮曲。鹿在歌声中停止了呼吸。那一刻，凯特弥斯内心的愤怒达到了顶峰，他没有像以前的胜出者一样，把鹿的尸体当成垃圾扔在那里，任由系统回收。他去森林里采来了无数纯洁的野花，整整齐齐地铺在鹿的周围，把它变成了一个躺在花丛中的天使。在起身的瞬间，凯特弥斯决绝地盯着最近的一个摄像头，缓缓举起左手，将中间的3根手指并拢，贴在嘴唇上，然后指向天空。这是第12区最古老、最沉重的致敬手势，意思是再见，我们爱你，我们尊重你。这个镜头通过凯皮特的广播信号，瞬间传遍了整个世会国。第11区的黑人居民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积压了10几年的屈辱和愤怒，在这一瞬间彻底火山爆发。他们砸碎了维安人员的铁面具，推翻了巡逻车，点燃了粮仓，爆发了世会国几十年来第一场真正的底层暴动。游戏设计师们彻底慌了，他们发现凯特弥斯正在用他的大白话举动，把一场取悦权贵的娱乐节目变成一场反抗暴政的政治宣言。为了平息暴动，也为了制造更刺激的看点，游戏设计师紧急修改了规则，在全场广播里宣布，本届游戏允许2个赢家，条件是这2个人必须来自同一个行政区。听到这个消息，凯特弥斯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开始跨越半个赛场，疯狂寻找受伤的皮塔。他在一条冰冷的小溪边找到了他。皮塔被2区的选手中伤，伤口已经严重发炎化脓。他利用泥土把自己伪装成一块石头，静静地躺在泥泞里等死。凯特弥斯把他拖进了山洞，在这里，为了骗取凯迪特富豪手中昂贵的消炎药，凯特弥斯开始主动对着摄像头展示那段被包装出来的悲剧爱情。他喂他吃药，抱着他取暖，甚至在山洞里献出了自己的初吻。这到底是真情还是演戏？当时的凯特弥斯自己都分不清，但在大屏幕前，整个凯皮特已经彻底为这段废墟之恋疯狂了。昂贵的药膏通过空投降落到山洞门口，皮塔命保住了。他们成功利用了媒体的贪婪，给自己换回了生存的筹码。
故事最终的决战在丰饶角的金色金属平台上展开，赛场里最后只剩下3个活人，凯特弥斯、皮塔以及2区的杀人魔王卡托。游戏设计师为了强行加快比赛进度，在黑夜里放出了几十只由死去的贡品基因改造而成的变异狼犬。这些狼犬长着死人的眼睛，发出非人的咆哮，在后面疯狂围追堵截。在丰饶角的顶端，卡托用胳膊死死勒住皮塔的脖子，把他当成了防弹盾牌。他看着凯特弥斯的弓箭，发出了最凄凉也最清醒的猛笑。卡托对凯特弥斯大喊：射我啊！只要我掉下去，他也得死。我这辈子都在为了这个游戏训练，我只是个杀人工具。我直到今天才明白，我们都只是凯皮特养的一条狗，他们只是在看戏。皮塔在窒息的边缘用鲜血在卡托的手背上画了一个叉。凯特弥斯心领神会，一箭射中了卡托的手腕，卡托惨叫着跌落下去，瞬间被底下的变异狼犬群疯狂撕咬。为了结束他的痛苦，凯特弥斯射出了最后一箭，终结了这个大杀器。天亮了，血腥的荒野赛场上只剩下12区的这2个孩子，他们满身是血，互相搀扶，以为噩梦终于结束，以为他们可以一起回家见家人。但就在这个时候，头顶上的大喇叭再次响起了游戏设计师冷酷无情的声音：对不起，刚才的规则作废。现在游戏恢复初始设定，胜出者只能有1个，你们2个只能活下来1个。凯莉者想要在最后关头看一场情人自相残杀的终极好戏，他们想要证明，在生死的利益面前，底层的普通人所谓的爱和尊严全都是一文不值的垃圾。皮塔把手里的刀塞进了凯特弥斯的手里，他看着他，用那种大白话的毫无保留的语气说：杀了我吧，你必须活下去，你得回家去照顾你的妹妹。但凯特弥斯看着手里的刀，又看了看上头背后那群正在等待高潮的凯皮特观众，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他杀了皮塔，或者皮塔杀了他，凯皮特就彻底赢了。这场长达70年的恐怖游戏就会继续理当如此的延续下去。他必须砸碎这个奇谭。凯特弥斯从口袋里抓出了在森林里采到了剧毒叶索浆果，他把一半的浆果放在皮塔的手心里，一字一点地对他说：我数到3，我们一起吃下去。皮塔笑了，他握紧了他的手，1、2、3，就在2颗带毒的浆果即将送进他们嘴里，饥饿游戏即将面临有史以来第一次零冠军收场的尴尬绝境时，整个世会国的主控室彻底炸窝了。游戏设计师彻底崩溃了，因为如果这2个孩子同时自杀，凯皮特用几亿资金打造的权威神话就会在1秒钟内土崩瓦解，全世会国的底层居民会瞬间明白，原来凯皮特并不是高不可攀、不可战胜的。在浆果碰到舌尖的1/1000秒内，大喇叭里传来了设计师近乎跪地求饶的疯狂大喊：停下，立刻停下！我宣布第74届饥饿游戏的冠军是来自第12区的凯特弥斯和皮塔，他们赢了。但他们真的赢了吗？在华丽的庆功大典上，黑密斯悄悄来到凯特弥斯的耳边，用最冰冷的声音警告他：你觉得你用毒浆果救了皮塔是个奇迹，但在斯诺总统眼里，你刚才的举动是对凯皮特体制赤裸裸的公开反叛。你让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现在的你比竞技场里的任何一个敌人都要危险。故事的最后，回家的火车上，皮塔看着眼神迷茫的凯特弥斯，问他在山洞里的那些日子，到底有多少是演戏，有多少是真的。凯特弥斯看着窗外那些正在飞速倒退的贫瘠村庄，轻轻地说，我不知道，从我们拿出那颗浆果的那一秒起，游戏其实根本就没有结束，真正的暴风雨才刚刚开始。这就是饥饿游戏隐藏在大白话恋爱底下的终极真相，他用最血淋淋的代价告诉所有人，强权最害怕的，从来都不是你拥有多么强大的武力，而是你拒绝按照他们的规则玩游戏。当你敢于为了尊严和爱在生死的边界线上选择掀翻整个棋盘时，那些看似不可战胜的统治者其实比任何人都要颤抖。